大家好，我是 Tony。我们今天来新竹县横山乡旅行，要来造访墩子冲古道。墩子冲古道的入口就在三叉皮这里。墩子冲古道是去年年底才新完工的一条古道，是本地的社区志工花了3年的时间，以自助式的方式整修这一条古道。这条古道有 A、B、C 3个入口 ，A 入口在三叉皮。 西入口在韩屋大皮，我们今天就从 A 入口这边进入，然后走到西入口。这里有简略的地图。我们现在在三叉皮，然后待会就绕一圈，大概2-3公里，抵达韩屋大皮西入口，然后再绕回三叉皮。那中间有一个 B 入口，大概在这附近，所以。 整个古道可以走出小环状，或者是大环状路线。古道入口这里就有一棵老樟树，还有百年土地公庙。这有个像鸟居的建筑，不过不是鸟居，是用来扶持这一棵老樟树。 百年土地公庙，这是客家庄，所以也称伯公庙。土地公庙的前面就是三叉皮，因为皮塘附近有3座小丘，山丘的溪水在这处山谷汇聚成一座池塘，所以就被称为三叉皮。 是一座灌溉皮塘。好，出发了，离开三叉皮石板伯公。前面这里在施工赏景平台，这是三叉皮农塘设施改善2期工程。 前面那边有一座凉亭，正在施工中。这是横山 B 计划的装置艺术。岔路口，墩子冲古道取直行。这边有观景平台，上去看一下。 墩子冲古道，这边有右岔路通往三叉皮。三叉皮的皮塘旁边也是有步道。墩子冲古道取左行。 右边应该是通往三叉皮，这个是山猪，是表示这条古道会有山猪出现。哎呀，汤女皇吗？哎，是你好。对呀，你好，声音好像哦。哦，遇到粉丝了，嗨，拜拜，拜拜。现在进入墩子冲古道。 浪漫台山县艺术季，本地志工的努力让政府看见了，所以今年浪漫台山县艺术季也在这一条古道放置了装置艺术。刚看到的横山 B 计划就是其中之一。哦，这一棵树有大板根。这是三叉皮电塔。这条古道沿途会经过2座电塔。 墩子冲古道，这是山枪，上面都刻有志工的名字，所以古道的这些标志都是本地的志工制作的。
指标非常的清楚。墩子冲，墩子是客家话，意指山丘的意思，冲就是指枪。因为横山这里已经接近山区，早期来这边拓垦的客家先民，为了防范原住民，所以在山上的人线有设置爱涌线，所以这里就被称为墩子冲。所以这条古道就称为墩子冲古道。这边有不少树木都有大板根，这是穿山甲的洞。根据资料，这条古道非常的平缓好走，起伏不大。目前虽然在爬坡，而感觉也没有什么坡度。这里有竹林。这里还有语音导览服务，这应该是穿山甲的窝。这是穿山甲，这板根蛮有规模的。前面这里又有大板根，整条古道沿途都是这样的板根树。前面这里又有板根树了。这是其中之一。旁边还有一棵，这里有一棵，哇，这像八爪章鱼。旁边这里是废弃的拓垦地，杂草丛生了。张金玉旧宅。现在变成是姑婆玉的家了。前面有浪漫台山县艺术季的装置艺术人线。好，我们继续前行，开始爬上人线。这看得出志工们的辛苦，还有努力的成果。爬上人线了，这里称为赤足洞，是一处小山丘。这里有岔路，左岔路就是往 B 路口，我们要取右行。往西路口，含屋大皮。这是大环状路线，今天一路走来非常的舒适。一方面是这条古道起伏不大，二方面是今天气温只有22度，已经有秋高气爽的感觉了。这个路段称为松树排，有一排的松树位于人线上。现在古道渐渐的下坡，往含屋大皮。前面接产业道路，要取左行。我们就走产业道路，走往含屋大皮。走这段路很有走在林道的感觉，两旁都是森林，而且都没有车子。我们抵达含屋大皮了。含屋大皮，这边走出去就会抵达含屋聚落。皮塘旁有一棵老家冬树，前面这里有指标，要取左行。
经过民宅这里，不过我们先逛一下韩屋聚落，去看一下韩家祠堂。这部这一带的地名是这部，所以早期有制坛产业。韩氏家祠、南阳堂。听说这个聚落大部分的居民都姓韩，所以这里被称为韩屋。有一间蛮大的韩氏家祠。好，那我们就在这边折返，从这里走回三叉皮。他被绑起来好凶哦！不要不要不要，借过一下。哎，借过，快快，借过借过。这里有指标。看到指标了，在前面。这里有个蓝沙坝。如果不走这里的话，就要走外面的马路绕一大圈。哦，这里有一条水圳，这水圳应该是从韩屋大皮延伸过来的。前面这里有竹林。哦，抵达农家了吗？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。前面这里又有指标了，这里有岔路，所以从 B 路口上来的话，就走这条路，可以往詹金玉旧宅。我们继续往下走，前面看到房子了，前面接马路了，所以这里是墩子冲古道的 B 路口。我已经用 GPS 定位了，可以提供给大家参考。我们现在继续走往三叉皮，前面十字路口取左行，路口有指标。这边岔路左转，往三叉皮。我们回到三叉皮了。今天这样子环绕一圈墩子冲古道，差不多2.7公里，还休息差不多2个小时。墩子冲古道全程平缓好走，没有什么太大的起伏，有很多的板根树，也有一些人文遗迹。我觉得是一条非常棒的古道健行路线。我们今天走过的路线，详细的路线地图、网址连结、GPS 档案。我会放在影片下方的文字说明栏里面，提供给大家参考。我们今天的旅行就到这边结束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